这2年问世的大6座 SUV 成群结队，冰箱彩电大沙发已经成为标配。当我们的审美开始疲惫，智己 LS9 带来了一身新装备。啊，对。朋友们，这车实在是太有意思了，感觉不拍一期节目都对不起我自己。刚好智己也比较喜欢我们的风格，于是我们一拍即合，带大家看看这次智己又整了什么活。先介绍一下基本信息。作为上汽智己的旗舰车型 ，LS9 不仅名字旗舰，轮毂旗舰，尺寸也很旗舰。在这样的尺寸下，车内空间自然不成问题。按照我们的标准测量法，空间和问界 M9 相差无几，每一排都有舒适的坐姿。它这个第3排座椅的高度还可以，然后坐垫也挺长的，而且它的靠背可调的角度非常的大，这么大。就是进入第3排的话呢，地板会有一个小凸起。内饰沿用最新的家族式设计，有深浅2种颜色可选，方向盘有半幅全幅2种形状可选，饰板是木纹拼接的，座椅是纳帕真皮的，缝线是整整齐齐的，空调出风口是手动的，实体按键是有所保留的。但是它扶手以下的部分软包就比较少了，但是考虑到它的价格和配置，我觉得这不算什么大问题。说到价格和配置，智己 LS9 全系配备800伏平台恒星超级增程，2个版本除了电池容量，配置基本没有区别。这也就意味着我接下来提到的所有配置，除非特别说明，否则都是全系标配。现在很多配置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，但 LS9 也可以做到非同寻常。同样是冰箱，但 LS9 的冰箱有双开门，在前排就不用像我的车那样回手掏。同样是彩电，但 LS9 的前排和后排各有1台。同样是零重力大沙发，但 LS9 有3个，想在哪儿睡就在哪儿睡。同样是按摩，但 LS9 的主驾和右后座椅配备了车规级机械按摩，普通的气囊按摩总让人感觉隔靴搔痒，而 LS9 的机械按摩头真正实现了力透腰背。哦呦，原本以为9X的那座椅按摩已经很顶了，没想到还有高手。同样是 7.1.4 多声道音响，但 LS9 在国产车中首发了单麦 B&O 音响，实际效果会在片尾展示。同样是3排空调，但 LS9 搭载了行业首创的新风换气功能，换气量超过了家用新风机。我们模拟了装满一车老烟枪的情况，注入了致死量的烟雾，也可以在4分钟内基本排空。当然了，这个场景在平时不大可能出现，但是你如果想在车上吃些臭豆腐、螺蛳粉、鲱鱼罐头之类的，这个换气功能就很有用了。哎，为什么不开窗呢？但我发现现在这车啊，又是冰箱彩电大沙发，又是按摩椅换气扇的，也太夸张了吧？那你就太小看智己了。在智己商城里，除了常规的头枕、腰靠、冰箱垫，你甚至还可以选购一套地暖和一套电热水器。那个地暖要到明年才能交付，但是这个喷头热水器浴帘是现成的，机会难得，猪猪你要不要试一下？啊，来嘛，来嘛，你干嘛？啊，就这大冷天的在户外能有热水洗，多是一件美事啊！洗澡可能有点小众了，但是洗洗脚、洗洗手、洗洗脸，或者洗洗水果什么的，都很方便啊。那这水箱还挺大的哦，一共10升，不算很大。那够用吗？循环利用一下不就够用了吗？说到户外露营，照明也很重要。这是 LS9 打开近光灯的效果，这是远光灯，这是露营灯，即使在漆黑的夜晚，也不怕同伴走丢。怎么感觉这些功能花里胡哨的？哎，你觉得花里胡哨是因为你没这需求，如果你有需求的话，就会发现市面上很多功能只有它有，
有时候选择一款车的理由可以很简单，比如你就是喜欢在车上睡觉，就是喜欢在车上按摩，就是喜欢开车睡露营，就是喜欢小狗。这些理由也太草率了吧？那你觉得什么理由不草率？比如特别喜欢这个设计，再比如呢？比如特别好开。哎，你算说到点上了。这些年，我们先后体验过智己的所有车型，总结出了一个道理：你永远可以相信智己的底盘，即使是尺寸最大的 LS9，也表现出大车中少见的运动感和灵动感。滤震有韧性，过弯有支撑，有路感，但不会颠得让人反感。高速巡航时没有多余的晃动和传感，面对起伏也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。它的底盘有很多种模式，舒适模式的硬度大概相当于领克900的运动模式，但它对于前后左右的晃动抑制会更好。运动模式的话，同级除了 Model Y L 好像没有比它更硬的了。自己开挺爽的，但是载着人走烂路的话会稍微有点过。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在个性化里面把底盘的硬度跟高度调到中，这时候它的底盘给人的感觉就很重、很全面、很均衡。而且很难得的是，它的第3排乘坐体验和前排没有什么区别，从车外视角也能看出来啊，前后一致性非常的好，所以可以负责任的说啊，它这个底盘不光在30多万的6座 SUV 里面没什么对手，和40-50万的也可以拼一把。当然和40-50万的那些优秀选手相比，它对于细碎震动的一种隔绝感会差一些，可能因为我们这辆车选了22英寸的轮毂和薄胎，如果小1号的话应该会有所改善吧。我觉得这个不算什么大问题，因为它还有一个绝活。如果没有实际体验，很难想象一款大6座 SUV 能像 LS9 这么好开。就好像如果我不说，你很难发现镜头里拍的是后轮。左右各12度转角，让 LS9 拥有不到5米的转弯半径，这让一辆库里南尺寸的车像库里一样灵活。驾校里传授的倒车入库技巧在这里几乎失效。你可以从看似不可能的角度把车停好，也可以从路口的第1车道回到对向的第1车道。我这种感觉太神奇了！之前开 G9 GT 也有过，但这次的反差感会更强，感觉我在开着一辆大6座 SUV 漂移。除了低速挪车 ，LS9 在高速行驶过程中也足够灵活，转向响应快，车尾跟随性好，越是又窄又急的弯道，越能感受到它身段的灵巧。一辆2.7吨的家用车能有这个动态，真的不多见。强大的动力进一步提升了驾驶的轻快感。双电机4驱530马力630牛米，官方0百4.9秒，实测5.1秒。动力输出柔和渐进，即使是运动模式，也没有自家6系那么冲动。像这种纯家用车就没有必要调得那么跟脚了，但是它的动力衰减是很不明显的，即使电量只有25%，零百也能跑到5.3秒，15%还有5.75秒，日常开基本上就没什么感觉。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？上期视频里面我们提到驾驶者之6座 SUV 这个概念，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，因为你照顾了驾驶者，就意味着要牺牲掉另外5个座位，得不偿失。但是开了 LS9 之后，我发现这个命题其实是有解的。你们知道开大车的人最讨厌什么感觉吗？不知道，就是开大车的感觉。但 LS9 能让你一边享受着大尺寸带来的空间红利，一边又规避了大尺寸带来的停车难题。它的底盘一点都不传，甚至还有点运动感。但一辆6座的车为什么要有运动感呢？它坐着不会不舒服吗？我就等你问这个问题。根据我们的经验，底盘不是越软越舒服，而是要给到足够的稳定感和可预测感。像9X、M9还有这 LS9 都是这个风格，它能在几乎所有路况、所有速度都从从容容、游刃有余，而不像某些车看似很软很舒服，但是一旦速度快起来，路况复杂起来，就跌跌撞撞，连滚带爬。照你这么说，这车就没缺点了？那当然还有一些地方可以更好，比如对我来说，它这个方向盘的前后调节范围不够大。比如它的刹车大部分时候都很灵敏很跟脚，舒适刹停也能停稳，但低速挪车的时候得踩得比较小心，不然容易点头。比如它标准状态下的离地间隙在 SUV 里面不算高，不同档位也就差个1-2厘米，真要过些障碍的话，得切到轻松通过或极限通过模式，这个时候能抬得很高。
它这套闭式双腔空悬有150毫米的调节行程，升降速度很快，在车内也听不到什么声音。但如果你开了轻松进出或者轻松装载功能的话，在车外还是能听到气泵工作的噪音。说到噪音 ，LS9 在行驶过程中的噪音表现相当好，前排侧的60巡航53.1分贝，80巡航55.6分贝，和更贵的9系 SUV 不相上下。增程器启动后，排名甚至有所反超。我们试过的绝大多数增程车增程器启动以后，车内噪音都会增加1分贝以上。但这个 LS9，你别看它测出来只有0.几分贝实际听起来也没感觉。说到增程 ，LS9 搭载了增程车中相当大的66度电池，在我们常去的超充桩上跑出了最高236千瓦的功率，20%充至80%，耗时16分钟，在混动车型中属于领先水平。至于电耗呢，我这几天开下来，正常开大概表显示8、9度，省着点开也能到16、7度，还不错。而一旦用了油以后，它那个油耗的计算方式跟大部分车都不大一样。以后有机会的话再给大家实测吧。反正呢，这么大个电池，这么大个油箱，跑长途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焦虑。说到长途，智驾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刚需。LS9 搭载了目前行业领先的520线激光雷达和英伟达索尔芯片。智己和 Momenta 合作的智驾，之前就可以在硬件不那么遥遥领先的情况下实现不错的效果。如今硬件也堆上了以后，进步还是挺明显的。常规的场景对它已经构不成什么挑战，复杂的右转路口它能见缝插针。进入双车道的匝道不会左右横跳。面对突然冲进主路的车，它能及时发现并平稳减速；面对不规则、不圆滑的右转专用道，也能全程维持在车道内。当然了，驾驶辅助终究只是辅助。之前我们反复提到过的一些智驾的幼稚病，它也依然存在。只不过放眼如今的智驾，它已经是拔尖的那一批了。而且对于首任车主，它所有的智驾功能都是终身免费的，不用额外去买这个包那个包。好吧，车子就介绍到这里，接下来是问答环节。感谢大家看这里，如果喜欢这期视频，不要忘了点赞、投币什么的，点个关注，你们的鼓励就是我们创作的动力。这么多天1000多公里开下来，感觉有一个词放在智己 LS9 身上非常的合适，那就是守正出奇。首先，它作为一辆车的基础素质足够强，驾驶感受可以和那些40、50万的车媲美，空间很大，舒适和智能化的配置也很高。此外，它还有很多出其不意的点。如果你刚好和它看对眼了，那它就是市面上独一无二的。而且即使抛开那些奇奇怪怪的点，它这个价格放在同价位乃至所有的9系旗舰 SUV 里面还是很有性价比的。我真心推荐大家都去看一看，试一试。那么接下来按照惯例看看大家又提了什么奇怪的问题。推荐哪个版本？前面说过 LS9 的2个版本配置基本上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如果你对续航和快充要求不高的话，我觉得52度的就够了。但是52度电池版本交付会比较慢，如果你着急今年提车的话，那可能得优先考虑66度的版本。那如果非要说配置差在哪的话，主要就是除了主驾之外的另外3个车门是不是电动。另外，它的电动车门只有电动关，因为要做电动开门的话，还要加雷达做避障。至于选装，没什么好选，现在基本上都是送的，也就是那个轮毂我个人觉得21英寸就够了。22英寸的大饼好看是好看，但是一方面得加钱，一方面那个轮胎有点薄。和领克900比怎么样呢？之前拍领克900的时候，我们说过它在30多万的价位能给到从前40多万的车才有的动力、空间、底盘配置。那 LS9 也是一样，它俩的价格挺重叠的，但是风格取向不大一样。领克900的设计我还是挺喜欢的，内饰的做工用料也很好，乘坐空间很大，座椅旋转功能也比较的独家，但是它的底盘调的有点太软了，高速上不够安定。相比之下，我更喜欢 LS9 的驾驶感受，而且它还有后轮转向，灵活性的优势很明显，智驾也会更好。底盘不同的模式区别大吗？挺大的，而且我个人感觉它的舒适模式还不是最舒适的。如果你在个性化模式里面把硬度调到软，高度调到高，这个时候的隔绝感反而是更强的。而且即使是这样，它也没有很多多余的晃动跟传感，也就是飞大坡的时候悬挂的拉伸行程有点不够用。至于运动模式，我会觉得传递进来的信息有点多，虽然没有到颠的程度，但也有点烦。所以我最喜欢的模式是个性化的中，所以不用担心 LS9 这个底盘家用太硬，它的可调范围还是很大的。而且真要说硬的话，像 Model Y、X4 这种比它硬的还有很多。
机械臂按摩跟普通的气囊按摩区别大吗？能媲美真人按摩吗？区别很大，类似于自己买的那种按摩仪，如果你用力往上靠的话，甚至能给你按疼。那种气囊式的按摩是绝对做不到的。那至于真人按摩，我不大了解，不予置评。全幅方向盘会挡住仪表盘吗？它那个仪表屏平时也没多少信息，也就是显示左侧盲区和车尾盲区的时候，会有一部分被方向盘挡住。但是我个人也不会为了这点事情去选那个半幅方向盘。其实我更希望它的方向盘能多几个实体按键，那个滚轮左右掰有点费劲，反正空着的地方还那么多。后轮转向用起来会不适应吗？前进的时候其实没什么不适应的，只是会出乎意料的灵活，而且因为它的前后轮低速的时候是反转的，所以如果你贴着障碍物转弯，它会比一般的车更不容易蹭到。但停车真的得适应一下，如果你按照过去的经验，倒车入库容易方向盘打太早往内侧的车上蹭，侧方停车也容易因为打太早导致贴的不够边。当然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，属于幸福的烦恼，习惯一下就好。实在不想习惯的话，也可以用它的一键泊车、一键贴边之类的功能。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一下，如果第三排坐着人的话，方向盘最好不要打得太猛，因为第三排就坐在后轮上面，它后轮转角又特别大，打太猛的话，坐后排就会被甩来甩去的感觉。应用商城里的应用多吗？它其实没有应用商城，它把做了适配的应用全部都内置了。如果你嫌不够的话，它还有各种车手互联以及手机投屏的功能。后备箱空间大不大？有前备箱吗？增程车型前面要放增程器，所以一般是没有前备箱的。它的后备箱空间还挺大的，如果不选那个户外套装的话，下层还有一些空间。在有后轮转向的情况下，这个表现还挺难得的。但第三排座椅不能前后移动，只能直接放倒。后备箱的开关位置也有点偏，但你可以通过敲后保险杠来控制尾门的开关，识别范围大概有这么大，习惯了还是蛮顺手的。Momenta 的支架算什么水平呢？我觉得目前算是第一梯队的水平，在各种路况表现都很稳定，避让大车的时候动作也很自然，不会随便刹车，所以我上下班走外环开支架还是蛮舒服的。不像之前试过的某没有激光雷达的支架有那么多的失误，和华为系相比，主要是变道超车的动作没有那么激进，然后遇到前车加塞也会比较保守的拉开车距。什么时候取消隐藏门把手？那个必须外露的实体门把手国标还是个意见征求稿，我个人的意见是完全赞成的，但是在真的实施之前，隐藏门把手还是允许存在的。RS9 这个门把手的手感不错，里面有一个电容感应，手握上去就会直接弹开当然也可以通过机械结构来拉。但是车内的开门按钮位置我不是很喜欢，像老08还有阿维塔一样离扶手比较远，我觉得完全可以整合到扶手上面，这样还不会破坏它那块木纹饰板的整体感。副驾驶看前面的屏幕会有双下巴吗？车顶射灯在什么时候可以开启？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但是这种露营灯或者说探照灯一般只能在静止的状态用，开在路上是用不了的。但 LS9 它不一般，只要你打开这个辅助照明的开关，它在自动开远光的时候也会去调用顶上的灯辅助照明，你也可以手动的往后推2下来强制开启。当然它这个光路是做了约束的，不会像常规的露营灯那么的爆炸，但是大家开在路上还是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，不要乱开远光。音响怎么样呢？
在心中汇成河流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。喜欢我的话，请一键30+关注。我是马上出去旅游的竹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